I'm waiting, love. Place your hand in mine, I'll take you to the stars. Oh, I'll show you love. 大家好，我们又见面啦。大家今天过得还好吗？今天的大众占卜题目是：你心中所想的那个人内心里不想让你知道的事情是什么呢？那台面上的话，我们总共有3个选项，由左至右，可以选择你们最有感觉的一组。如果还没有选择好的话，可以先按下暂停。那如果已经选择好的话，我们就来继续往下看。今天宇宙所想要带给予我们什么样的讯息呢？我们来看到选到最左边第一组牌组的朋友，那么在验证牌地方，我们来看看你们目前在对于说这段关系让你们觉得失望，又或者是担忧的讯息状况是什么呢？首先，我们这边的话抽到第一张是宝剑四。好，那如果说是宝剑四的话，意味着说，其实在目前你们这段关系之中的话，看起来应该是已经有停滞了一段时间，然后你们在这段关系里面都一直有很努力的想要去，应该说在之前很努力想要去付出，然后希望对方能够看见你自己的好，或者说对方能够去愿意接受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或者是你会希望对方他可能在对于说你这段关系态度上面会有所转变。所以因此呢，在这段关系之中，你们大部分来说都会是已经有认识了有一段时间了，所以相处上面的话，两人之间算是还蛮熟悉。只是有时候当你在看待这段关系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非常难以去推动，或者是说你会认为很难可以去靠近对方，你会觉得其实这段关系里面的话，还蛮常觉得是蛮孤单的。所以你心里面其实一直不断去思考说，这段关系你要继续下去吗？还是说你要结束？其实你自己现在目前本身会更加希望说，可以把所谓这段关系里面的专注力、注意力是可以放回到你们自己身上，因为这段关系都一直呈现在停滞的情况，或是说对方他都一直没有办法发现到你们的好，所以你会觉得心其实还蛮累的。甚至有的人在这段关系里面的话，应该蛮常都会被对方一些的言语上给伤害，或者是说会被对方一些的行为举止跟举动，让你感觉到经常有一种很心寒的感觉。好，看第二张。第二张的话，我们这边抽到的是宝剑骑士。宝剑骑士的话，意味着说，其实在你们这段关系里面的话呢，大部分来说比较难可以真的都一直能够就是比较难可以一直联络得到对方，就对方每次回你讯息就是回得很简短，或者是说他都会隔了很久很久，然后才回应你，然后回应你就是大概敷衍你一下，就稍微简单讲一下而已。可能你问了10个问题，他只会回答你3个问题，就这种一个非常大的落差。所以在相处的过程里面的话，有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人常常会抓不住，或者是说常常都不知道该如何跟他相处，比较难以去推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那你也会担心说，其实对方是把你当成很无聊的人啊，或者说这段关系其实是不是都你一个人在单相思，或者说你自己一个人独自的去面对说这段关系的这个进展。所以因此呢，关系里面的话，你其实蛮害怕，或者说有时候会有一些担忧，说关系中会产生一些的冲突，或者说会有一些的不愉快。那两个人之间的相处的话呢，总是你一个人在默默的努力，或者是说默默的付出。看起来啦，表示说你们两个人之间其实真正有联系，有实际上面对面相处的情况，看起来也是真的比较少的。又或者是说两人之间
两个人之间原本的想法上面是蛮雷同、蛮相似，但随着渐渐相处之后，反而会越来越抓不到，或者越来越不知道对方到底在想什么。可是我们回到原本的宝剑是，当你们愿意静下心来去思考这段关系的时候，你们反而会知道自己，就是说这段关系的这个状况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其实看起来这段关系最根本原因的情形，应该是你们本身没办法接受，对方可能跟你们讲，然后他有试着要让你们知道，去说服你们，可是你们本身会觉得，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个太大问题啊，只要两个人愿意去努力就可以去克服了。但很可惜，就是只有你一个人想要去克服，他个人的话呢，本身还是抱持着一个比较逃避的心态，或者是说依然是抱持着两间就是先维持在现状，或者是就不要有那么明确进展的这个情况。然后这样抽到是权杖国王，那权杖国王的话就是意味着说，其实关系里面的话，大部分来讲啦，都是由你一个人在努力的去付出，然后一直去推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所以当对方他也不愿意动的时候，其实这段关系就会完全的停摆了，不会有任何的前进的机会跟可能。有时候你会有点担心说，这个人你心中所想的那个人，他会不会其实背着你，然后就去认识别人，或者说可能就去跟别人在一起啊，跟别人出去玩。有时候看起来应该是对方他不回应你讯息，或者说对方不太去搭理你的时候，他应该都是跑去和别人有互动，或者是说有一些踏青啊，就是有点说把你晾在一旁。那你后面其实都有发现，那有的人应该是直觉有感觉得到，其基本上看起来应该就是真的，事实也都是如此，所以就看你们愿不愿意去相信你们自己个人的直觉所告诉你们的。那其实我们纵观3张牌看起来，你们本身面对说这段关系，你们其实剩下的只有一种不甘心跟习惯而已。你们如果说要真的多喜欢这个人的话，其实在台面中讯息会偏比较少，因为你们对于说这段关系还是抱持着就是说慢慢看慢慢等，然后或者说慢慢走的这个心态。就是看起来你们本身虽然有点像顺其自然，但还是多少会有点想要控制着这段关系的发展，或者说这段关系的进展的可能性。好，那这如果说验证牌是有符合到你们目前在对说这段关系这种失望的想法，或者是说你可能担忧他其实本来就真的有跟别人有一些进一步的互动的话，然后都这样子不太搭理你的这个情况的话，我们就来继续往下看。那如果说没有符合的话，就麻烦你们可以选择其他的牌组咯。好，那我们接下来看到说他内心里面不想让你们知道的这个事情，就是说在特别针对说你们这段关系里面的话，选好的，那两位大家抽到了是这一张权杖5。权杖5就是等同于说，其实对方他在看待想到你们这段关系的话，其实他表面上好像有点其实这个人他表面上应该分大部分来说啦，他都会直接跟你们讲说他哪里不开心，或者是说他哪里不太想要回应你们，或者说有些事情他会有些跟你讲说你可能踩到他的底线。那基本上这个人其实他起初他可能对有一些事情，对很多事情有一些感觉的时候，他会用一些比较直接的方式跟你讲，或者是说他会用一些比较直接的动作来让你去知道。但实际上在他的内心里面的话，他本身是不太想要去以这样的方式跟你相处。也就是说，你们关系里面如果说真的都一直存在着矛盾跟停滞，或者是说比较难以去推动进展的话，这个人表面上好像对于你们
的方式会让你感觉到非常的不舒服，或者说你会觉得他是有点刻意的去拉开这段关系的距离。那对他来说，其实他本来也没有想要这么做，可是有时候他会认为，如果说关系中的两个人没有把话说清，没有让你明确感受得到的话，他也担心你会不会就没有发现到他的真正想法。也就是说，原本他有透过一些比较婉转的方式想让你知道，可是好像你不听，你听不进去，或者是说，这是以他的角度来说，就是以他角度来说，他会觉得你听不进去，或者说他也会觉得你好像没有能够去意会到他所真正想表达背后的含义。因为其实这个人可能他太过于不太喜欢关系上的冲突，所以起初的时候他会尽可能用一种比较缓和的方式，或者是说会用一种比较柔软的方式来去让你愿意去改变。可是他渐渐却发现到说，你都一直认为那个不是问题的根本的本源，或者是说你觉得这件事情可能还有一些转圜的余地，所以呢他就决定直接用一种比较暴力的方式。暴力的方式的话，有的人真的是有被可能有真的跟对方有大打出手，那如果说没有的话，就表示对方是用一些你完全不喜欢的方式去对待你。可是他心里面确实不想这么想，所以他原本想要这么做之前的话，他其实深思熟虑很久。那如果说是真的有时候讲出来的话，甚至是到让你觉得非常伤人，或者说你可能真的有被他打得有点惨的话，那只是单纯他可能心里面已经积压了非常的久，所以他就会突然之间就是大爆发。那如果说他真的突然大爆发，他本身还蛮想要跟你们道歉，他心里面但实际上他会不会这么做，看起来应该是不会。因为对他来说，他觉得现在这样的方式对待你，好像已经是他最仁慈的那一面了。对，所以看起来这个人其实他心里面对待于这种这段关系的想法的话，本来就已经有非常多的冲突，或者说已经有非常多的不愉快，非常多的不满。那他这样子目前对待你的话，其实是一个比较冷耻，然后他也想告诉你说，其实两之间在可能对于说很多事情的相处上的话，有很多地方是他没办法接受你这些的行为，主要是行为的方式，或者说有一些事情你太过于主动，他就会认为你有点逾矩了他所能够接受的那个程度，那但他心里面就会有一种不太舒服。那偏偏他不太舒服的时候，起初他不会说，是必须要等到他觉得有点没办法接受，或者说可能他已经冷到临界，快到临界点的时候，他就会想办法让你知道。所以他也算是有点矛盾的人，或者说他比较有点怕，可能因为真的也太怕与冲突。然后看到的是圣杯骑士。好，那圣杯骑士就意味着说他会想要告诉你，这段关系里面你真的有点付出太多了，然后你的付出让他不仅感觉到压力之外，然后他也觉得你太过于贬低你们自己，然后你们没有把他真正的需求你没有看出他的需求。那另外一部分就是他确实就是真的已经对你们没有感觉，就只是单纯啦，有一部分就是单纯对方对你没有感觉了，那你又有点想要一直去经营这段关系，那这样对他来说就会是一个蛮大的压力，或者是说对他来讲，你的这样的方式就不会是他真正所想要的。所以两间相处的过程里面，他就会觉得两间就是不对盘，然后是在没有同一个磁场，所以当然你付出的一直很主动付出越多，其实对他来讲这就会是很大的压力，然后就会更想要逃开你们。对，所以他其实心里面还蛮希望说你们可以尽可能顺其自然，然后真的不关你们的事情的时候，他也希望你们就是不要插手讲那么多话，或者是不要插手管那么多，提供给他那么多的帮助。那有时候他跟你们讲一些事情的话，他只是单纯跟你们分享，并不是真的要你们去做什么，可是你们就是很
就是可能很照顾他，然后你们也很希望可以帮助得到他。那这样对他来说，你们就会有点做的太多了。然后他这个人本身其实面对感情的话，他比较希望是他自己去经营，或者说他自己如果有遇到喜欢的人，他会去主动。他不希望你们来主动，因为你们有时候你们主动这件事情对他来讲的话，他的压力有点大，或者是说他会觉得，就是他会觉得有点蛮不自在的。对，就是这个人，应该说，通常在感情里面的话，如果说是比较喜欢主动的那一个人，然后突然是被别人主动追求的话，通常就是会有一种反弹的感觉。对，因为他本身的性格就喜欢狩猎嘛。那如果说你本身就是当一个想要去狩猎者，然后你想要去狩猎一个狩猎者的话，那当然对方就觉得很不舒服，然后就会产生很大的冲突的感觉。同性相斥，就像磁铁一样。好，那我们看到这边是圣杯九。圣杯九的话就是说，其实如果两个人之间的相处是能够保持在一个适当距离的话，他还是蛮希望两之间其实可以有进展，然后可以维持在一个关系中良好的这个状态。其实圣杯九最主要这边的含义是说，想要让你们知道两人之间没有说一定要当恋人，或者说一定要当什么样的关系，他觉得两之间是当朋友是蛮不错的事情。对，因为如果说你们一直不断的想要去把握啊，或者说去追求不属于你们的东西的话，他也会认为你应该也蛮累的，因为他给你们回应应该也都还蛮淡的。对，那他会给你们回应这么淡的情况之下的话，你们应该就要明确知道，因为他还是把你们当成蛮重要的朋友，或者说蛮重要的伙伴，他其实不希望这段关系是有决裂的情况，或者说这段关系是有一些的分裂。然后你们做任何事情的话，就是你们可能想要去做任何事情，基本上也不会太去影响到他的心情，所以他也蛮想告诉你们说，不用白费力气的。他对你们其实基本上没有太多的感觉，或者是说他比较希望他自己一个个人私人的空间，他不喜欢你太黏他，或者说跟着太紧。塔牌，那塔牌的话就代表说，其实在这段关系里面，他也觉得是一翻两瞪眼的事情，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啊，喜欢就是喜欢。那关系里面的话，如果说真的一定要去做出决定的话，他就会让你看到他的决心，或者说会让你看到说他在对于说这段关系他真正的态度是什么。他可能不见得会明确跟你讲他的想法，但是他愿意让你看到他的态度。所以你们要留意，就是这段关系如果说是已经断联中的人的话，那这就是一个蛮正常的事情。那对方要不要回来的话还不确定，但是如果说是还没断联的人的话，你们可能要先调整你们在这段关系里面的一些的做法，因为接下来对方他的举动的话，如果没有猜错的话，他接下来应该就会开始跟你断联了。就是说他跟你断联这个方式的话，比较会像是说聊天的内容会看不出来，但是回复讯息的频率你们会发现怎么间隔越来越长了，就是因为他在对说这段关系的忍耐的程度是已经越来越小，然后你又一直主动传讯息给他，或者说你不断的邀约他，或者说你又一直的想要跟他讲一些比较暧昧的话，那但这对他来讲的话就会是一个蛮大的心理的负担跟压力，所以他回复你的内容除了越来越简短之外，然后回复你的频率也会越来越长，后面人就会突然不见。那这个事情的话对他来讲并不算说是蓄谋已久，而只是他一直不断去忍耐在对说这段关系相处的模式。
好，那这边抽到的是圣杯七。那圣杯七的话，就意味着说，关系里面中，他想告诉你，有些人你是不必等。那最尤其像是他，因为目前这个状况来说的话，其实两间人关系本来就很多种的可能性，也没有说一定要局限在特别某一个关系上。那既然两人之间的关系是没有到现在的这个时机点，可能两件是真的不适合，他也希望说你不要再那么执着于一个不属于你的东西。那如果说两个人之间的不开心要不分开的话，要如何可以造就4个人的幸福？其实洋洋会认为说，以台面上看起来啦，可能对方原本，因为我们现在目前都已经出现了3张圣杯，所以意味说，其实对方本来对于你是真的有好感的，是有在意的，这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呢，这个人他在看待于说我们这段关系，他开始逐渐的会想要去把这段关系中的情感去做个切割，或者是说想要去明确的重新思考这段关系中的定位跟定义到底是什么。所以在这种圣杯情况下，其实对方他真的要去这么做的话，他心里想的非常的多，然后他本身的情感也是蛮丰沛。情感丰沛的话，并不代表说这个人很会谈恋爱。情感丰沛意思是这个人本身可能会有点像是优柔寡断，或者说他本身在面对人际之间关系的话，他容易会想的特别的多。那想特别多的话，比较外向的人呢，那当然就会有比较喜欢去多认识人啊，或者说可能会换很多任，或者是很多任的男女朋友，或者说可能会有许多的对象，或者是说这个人可能也喜欢跟别人搞暧昧当中央空调。那比较负面的人的话，就比方说其实这个人会比较担心在关系里面两之间的冲突，或者是这个人比较会有一点突然忘记那个词了，对，好，就是会这个人比较不喜欢靠近人群，但其实心里面是非常渴望有人群，或者说有朋友可以陪伴他。这是一个比较负面，或者是说比较负向的人的性格在。好，我们来看一下第2张是什么。好，月亮。好，那月亮就意味着说，其实这个人他本身在看待人际关系的部分的话，他会真的想很多啦，然后他也是一个蛮重感情的人，可是他会认为说，当他真的下定决心这段关系要怎么走的时候，就是怎么走了。所以像我们这段关系里面，他想告诉你说，两个人之间曾经拥有过就可以了，但现在如果说两件事真的不适合的话，那就真的也不用再那么纠结。可是他心里面有时候真的也还是蛮想念你们之间这段关系，可是他会觉得这段关系里面其实会走到这一步，你自己本身也要去负责任。为什么他会说你要负责任？就是因为他曾经应该已经有告诉你说，他在对说这段关系中的想法，或者是这段关系对他来讲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存在，他会觉得比较好，或者说他希望这段关系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去定义会来得更好。可是很明显就是你似乎有点听不进去，对，所以他心里面也觉得蛮不好受的，所以他还蛮常会想起你们这段关系，他不会想起你这个人，是想起你们这段关系曾经相处的那些的回忆，或者是说曾经相处的那些的过程。那他想起来的话，本身并没有代表任何的含义跟意思，他只是单纯去怀念他觉得最美好的那个时刻。可是现在他反而会认为说，这段关系已经走到这一步，那他也愿意去接受了，所以他也不会再那么的执着于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你们之间的这一段的缘分。好，那我来看到下一张，权杖8。那权杖8的话，在这里，好，如果说在这边的话，大概会有2种的意思。
第一个是这个人本来就很想谈恋爱，所以他想要去找比你更适合的人来陪伴他。那第二个就是他可能已经有新的对象了，然后他想要去以那个人为主，或者是说他已经想要跟那个人交往在一起了，大概会有这2种解释。反正就是这个人，他基本上以某种程度上来说，他就想去离开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就算他知道会对说你们之间这段关系带来一个很严重的破坏，或者说会让你们这段关系变得很糟糕，然后但是对他来讲的话，这件事情，他应该是在等待一个契机点啦。所以如果说是已经断联中的人的话，就意味着说这个契机点是真的也已经到了，所以对方他也不会有那么多的留恋。那如果说这契机点还没有到的情况之下的话，就意味着说他就在等，就跟那个已经到的人一样，他就在等，所以他心里面是有一把尺在等待一个人，因为可能对他来讲说，反正现在我也没有一个新的对象啊，那不如就跟你继续耗着，其实对他来说也没有差。然后也可能认为两之间这种关系还在相同的生活圈，所以一旦你们俩之间没有相同生活圈的时候，对方他就有一个可以不理你的理由，因为反正你也看不到，你也找不到他，你也没办法去知道他在哪里啊，或者说你如果说一直打电话给他，他就把你给封锁就好了，所以他也会认为说两之间的这段关系。他其实这个人会有点自私啦，他想告诉你说，就是这段关系就是由我决定他的走向，你没有任何的资格来去决定说这段关系怎么走。对，所以接下来这段关系的一些的冲突，或者说一些的不愉快的发展的话，会来的还蛮快的，所以会建议你们可能要再稍微想一下跟留意一下，这段关系里面所带给予你的不好的感受跟感觉，因为这一切其实都是已经酝酿的有点久了。其实目前来看呢，这个人的星盘里面的话，应该会比较偏向于是变动星座。对，变动星座的话，有什么？我有点忘记了。杨子记得有处女跟射手，还有另外2个，好像还有双子吧，但那应该还有一个，有点忘记是什么了。好，然后这边抽到的是宝剑皇后。好，那么宝剑皇后的话，就代表说这段关系里面，其实他都一直用理智的去看待你们之间相处的这个过程。那这段关系最后面走向的结果的话，也是他已经有算是深思熟虑所下的决定，所以他没有任何的后悔。所以如果说你们来这次占卜，你们会希望说对方有没有一些其他心理的话，可能是他不敢告诉你，或者说可能他一些担忧，其实他可能对于说这段关系有一些美好的想象，那只是因为个人私人因素会对于说这段关系才会没有办法接受接纳的这个状态的话，那我必须要很诚实告诉你，并没有，你想的太美好了。其实这个人他一直也都非常清楚知道这段关系要怎么走，然后要怎么去跟你相处，或者是说他也非常的明确知道说关系里面，如果他真的下定决心的话，他也不会想要去回头。那如果说你们问曾经交往过中的人的话，回头的几率是有，但绝对不会是现在。就真的也不会是现在，会是再过一阵子之后，但这过一阵子要看因人而异，会建议你们可能看这支影片，大概在等半年内都没有都没有复合的话，你们就是在找信任的老师占卜，或者去找养，一定要等半年后哦。如果已经分手，然后看到这支影片的半年后，不是你们分手的那时候开始算，对，要从你们看到这支影片开始算的半年后。对，再去做个人占卜。那反正就是在这段关系里面的话呢，这个人他就确实是已经想得非常的久，然后也想得非常的透彻，所以关系中的相处目前的状态的话，他没有个人私人没办法去投入这段关系的因素，没有，他只是单纯不喜欢你而已。这个有蛮狠的，对，但是不得不说，
他就是单纯这么想。因为有时候情感，虽然呢，洋洋一直在频道会讲到说可能情感的一些层次，但在这边的话，很明显是这个人本身没有什么层次，就只是单纯没有在意你，不喜欢你，没有任何的原因，没有说什么哦，你做什么东西让他失望啊，没有，他只单纯就是对你没有这方面的好感而已，就是这么的简单，就像是你单纯不喜欢某个人一样。比如说有人来去，你不喜，比如说有一个人突然来跟你告白，那你就只是单纯对他就是没有来电的感应啊，就是单纯没有感觉啊，他再怎么努力去付出，就是没有啊。就像你讨厌吃红萝卜啊，讨厌吃青椒，你发现有人不喜欢吃青椒，你本身讨厌吃青椒，他再怎么料理变得好吃，用烤的、炙烧的，或者说跟生鱼片加在一起，还是说弄成碎末，把它掺在某个料理里面，但你就是不喜欢吃青椒啊，你就是讨厌它啊，就不喜欢那个味道，它再怎么变，那个味道就是还是在啊，就跟人一样啊，你那个人他不管再怎么改变，他就长那个样子，不会说他去换一张脸，或者是说他的身材的外形突然变怎样就会喜欢，没有，那个人的感情就像是很简单，就一翻两瞪眼一样，所以这个人就对你的感觉就是这样，一翻两瞪眼，就是不喜欢。死神，死神的话就意味着说，其实他想告诉，透过这段关系里面，他希望你能够去明白，感情里面呢是强求不来的，然后他希望你能够明白，对于说这段关系是有一些没办法强求的地方，或者是说两人之间这段关系里面确实有很多的不适合，所以会希望你能够看开啦。然后他也会认为有点自以为是的想法，就是他认为是他让你上了这一堂很重要的一门的课。很讨厌一个人，对不对？他讲出这种话，会让人觉得蛮不好受的。就是说，他会认为关系里面中一定会经历过一种很痛苦的状况。其实这个人他还蛮希望可以跟你去当朋友，没有到好朋友的程度，是当朋友的程度。因为你们已经经历了这么多，其实看起来我们这段关系应该是你们真的持续了好一段时间了，然后这个状况也已经持续了有一阵子了。那你们刚好和洋洋很有缘的，就是来看到这支影片，所以一定是宇宙舍不得你们已经这么辛苦，还没有看到真相，所以才会看到这支影片。所以会蛮建议你们说，就是宇宙是希望你们可以去重新思考这段关系对你们来说到底是什么，因为这个人他现在本身的心态就真的是有点自以为是，然后他也会认为自己是让你上了这一门课，这一堂课，他觉得他花了那么多时间陪伴着你，那你应该要去清醒了。然后他用了这么多的方法，就希望你能够去明白，一段感情里面，如果说你失去了自尊，你失去了你的尊严，没有任何人会去尊重你，这是他心里面所想要对你讲这样的话。然后他也会认为关系里面你付出的太多，让他觉得他有压力。他也想告诉你，一段感情里面你要先爱你自己。但这个人本身想法，他的爱自己是有点到说，有点自私的程度。所以我们不确定说到底你们是不是真的有爱你们自己啦，因为牌面上我们是比较看不出来，比较是以站在他的角度去思考，然后去和你们说他在对说这段关系的一些的感受跟想法。对。因为有的人就是当你越不喜欢，就是你明明不喜欢他，然后他又你一直不断去付出的时候，他就说你要先爱你自己啊，你为什么要对我付出这么多？我又不喜欢你，你就是选错人了之类的。你怎么会？应该说每个人在面对爱里面，本来就是会变得不自觉的，会像尘埃一样变得很卑微。对，台湾叫做卑微。那卑微的话，当然。就是因为得不到爱嘛，那就会不自觉地陷入在里面，会希望说对方能够一直对自己好，或者说对方能够看到自己的优点，然后能够愿意接受自己。其实要的就是这段感情的美好的成果，美好的结果，但就一直得不到，然后就觉得好像会有机会一样。
所以呢，他就会认为说他的观点啦是比较蛮自私的，对啊，所以你们也不用太就是有人会认为说你们不用太过于把自己说好像我很差劲，我真的好像不够爱我自己，没有到那种程度，是这个人单纯他是这样想而已。然后以他的角度来说，就有点比较难，对，比较难听的话，就是他有点看不起你。就是所以你们看这个人把你想的这么的坏，你就是会希望说大家就不要再就是你们可以慢慢的抽离对于说这段感情中的依赖或者说熟悉的感觉。这看起来你们真的要花蛮多时间，因为你们很明显付出了非常多的感情在里面了。好，那这边的话其实独角兽想要告诉你们说，其实你们所想要问的任何事情的话，这件事情的最真实的样貌，或者说它隐藏背后的一些的含义，独角兽他会想要告诉你。然后如果说你们得不到答案的话，他会在日常生活中会去让你们知道每一件事情的真相，然后这件事情的本质到底是什么。独角兽其实也跟宇宙一样，他非常的心疼你们，他希望说可以让你们去看到每一件事情真正的样貌。所以看起来你们其实来做这个选到这支影片的话，因为其实 YouTube 蛮多影片的嘛，所以你们会能够看到这支影片，就表示说独角兽啊，或者说宇宙都一直有在透过宇宙中去观察着你，去爱护着你，去呵护着你，去关照着你。然后他已经对于说你目前的心中很多的疑惑，或者是说你一直以来备受欺负的这个状况，他们都觉得很难过，很忧伤，然后希望能够带给予你们更多的力量，并且希望能够让你们看到每一件事情最真正的那个样貌。虽然真正的样貌这件事情本身呢，是一定会让你们感觉到非常的痛苦，或者是说非常的难过跟难受，可是也不得不让你们看到真实，因为这样子你们才会把你们给赶快让你们抽离。然后看下一张，你看独角兽想要告诉你说你就出去运动吧，或者说你就出去走一走啊，出去做一些的锻炼，去一些让你觉得心情会很好的地方。那当然心情很好的地方并不是要叫你们去一些深色场所，而是希望说你们可以去户外踏个青，或者是说看个电影，或者说去看个展览，或者是去比较不会跟腥羶色有关的地方。然后你们要相信你们自己是非常的有能力，应该说你们是非常有力量，是能够去疗愈你们自己的。你们要重新的回到其实在面对于感情里面最纯粹的那个部分。因为你们其实有点像说被这个人就是说你们的感情已经有点被这个人消耗殆尽，消磨殆尽，你们反而开始变得渐渐的比较不太愿意去相信情感，不太愿意去相信感情，可能也不太愿意想要再去认识新的人。但是独角兽想告诉你说，你是值得被爱的，那你是值得拥有一段感情的，你是值得变得更好的。所以他希望说你可以动起来，好好的去做个运动，然后好好去做个训练，然后多和这个社会去做接轨。会希望说透过你们这次的关系里面，可以去让你明确的知道说，究竟一段爱情里面你们想要的是什么，以及对你们来讲关系之中什么才会是你们要的。那当你们明确知道你们要的是什么的时候，就是坚持在那个你们的想法里面，就不要再一直去看或者去追求不属于你们的东西。好，那我们来看到说，就抽到这张牌啊，它的含义就是说，其实你们这段关系曾经是来得很突然，那个感觉来的是很突然的，那这段关系的结束也会来得非常的突然。因为这段关系里面中的你们
其实是一个让你们人生之中一个很大的转化的过程。这段关系其实也算是宇宙所给予你在人生之中的一个礼物，因为宇宙会认为说，或者说你们的信仰会认为说，你本身非常的好，然后你也是一个很值得被人疼爱的人，可是你偏偏选错了一个人，或者说你爱上错的一个人，他希望你能够重新找回你的能量，可是你又会因为一直待在这段关系里面不肯走，所以宇宙只好用一个最激烈的方式来去让你看到事情的真相，事情的样貌，这样子才有办法让你去狠下心来。那当然你想要继续的去挑战着这段关系也是可以，但宇宙还是会希望说，去接受生命所带给予你的挑战跟变动，其实是能够让你变得更好的这个机会。好，那这样的话就是以上选到这组牌组的讯息，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那如果说你们是会员的话，会建议你们可以再去看洋洋的会员的这个影片，后面会有完整版的讯息，是有包含字卡，然后天使的讯息，还有塔罗牌的一些的资讯。那就是一般的广告会员的话，那我们就先到这边。那也非常谢谢你们的观看，希望呢对你们会有所帮助，也希望说你们可以赶快的从这段关系之中的一个混乱或者是不开心的这个状况走出来。可能要你们马上走出来会蛮困难，你们可以慢慢的去练习。洋洋推敲啦，你们这段关系如果说你要能够走出来，如果说都一直真的维持在一个没什么，就是基本上没有联系的这个状况之下，你们走出来时间大概需要3个月到半年的时间，所以你们就不妨就给自己3个月到半年时间，慢慢的去努力看，前面1到2个月会非常的痛苦，但如果说你们愿意的话，去相信的话，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那以上呢，就希望这个讯息对你们是会有所帮助，或者是有所共鸣的。那如果说有帮助、有共鸣的话呢，请帮洋洋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开启小铃铛才能够收到洋洋影片最新的通知。那7月份开始呢，就是会有关于同志的议题，所以如果说你们本身是同志，或者说你们本身是双性恋的人的话，也一定要订阅，因为后面洋洋就会有更多的关于同志的议题分享给大家。好，那如果说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占卜的话，在影片的左上方有洋洋的联系方式，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我们来看到选到中间第2组牌组的朋友。好，那我们来看到说，在验证牌地方呢，就是你目前对说这段关系失望，或者是说担忧的地方是什么呢？好，洋洋来帮大家抽牌。权杖侍者。权杖侍的话，就意味着说，其实在你们之间的目前这段关系来看的话，你们会有一个人，首先第一可能是你们感觉到有点被对方给欺骗。虽然这边没有宝剑七，可是以在这边权杖侍者，也会认为说，其实欺骗的意思是说，其实你们现在心里面已经有一个直觉，就是说，这段关系你还要继续等下去吗？还是说这段关系你还要继续坚持下去吗？还是说这段关系你接下来你应该要怎么做才好？也就意味着说，其实在你们这段关系里面的话，你们其实一直以来都很疑惑，然后也很困惑说，这段关系它的开花结果的几率有多高？或者是说两间相处里面，对方他到底有没有喜欢你？因为看起来这组的你们好像有点不太确定说到底对方对于你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所以你们就只好一直继续的维持在你们目前的这段关系之中，又或者是说你们想要
透过慢慢的等待，或者说默默的努力，那或者说默默的陪伴，就能够去让对方看到你们的好，然后让对方看见其实你们也是值得被爱的那个人。可是很明显是说，你们这段关系可能在相处上面的话，应该是真的有一些蛮多的被冷漠对待，或者是说有蛮多让你们觉得可能心里面蛮不好受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其实雅妍会认为说，在你们之间的关系之中的话，你们应该经常感觉到还蛮孤单的，然后会看不见未来。你们现在唯一会让你们想要继续坚持下去的就是信念而已。可是你们又很担心说自己的信念是不是后面会崩塌。对，所以就是你们会担心这段关系，其实你们努力了这么久，坚持了这么久，没有办法得到你们所想要的。然后这个是钱币8，对，钱币8。好，那钱币8意味着说，你们这段关系就是继续默默的努力，然后继续默默的付出，然后一直不断的想要坚持在你们这段关系之中。那理所当然就是有可能在你们这段关系里面的话，你们有的人可能付出还蛮多钱吧，或者说你们为了对方给了他很多钱，然后你们也为对方可能更努力的去工作，或者是你们这段关系里面可能原本是同事，原本是相同的生活圈，或者说你在他的工作场域之中认识的，那现在只剩下你默默一个人在那个环境里面，然后对方可能离职啦，或者说可能对方带着你的钱去做他可能想要去做的事情。对，其实你们好像也是蛮担心这段关系里面付出的太多，是不是会没有办法得到你们所想要的这个成果。那不过在这段期间，你们还是会想要继续的努力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不过还是要留意一下，就是你们的金钱有时候量力而为就好。虽然可能比较不缺钱，但是还是希望说就是说一段关系是用钱砸进去的话，那当你没有钱的时候，你人也会没有了，就是你也不会有它了，除非你能够保证你一辈子都家财万贯。那基本上如果说都是用钱去堆积的一段感情的话，基本上那个钱应该是无底洞，你们应该慢慢就会感受得到了啦，就是在你们这段关系之中走越久，那个洞就越大。然后再来我们这边抽到的是权杖王牌。权杖王牌意味着说，你们应该是有一部分是想要为这段关系多做点什么，多去努力，但你们应该也是蛮担心，如果说做太多，会让这段关系可能会变不好，或者是说这段关系可能会在你还没有确定对方的心意之前的话，或者说还没有确定对方所对于这段关系的想法的情况之下，可能会去让这段关系变得不好，变得尴尬。那本来有机会就变成没有机会，就是你们会担心这个部分。然后另外一部分就是你们会可能担忧对方是有其他的人选、其他的对象，还是说他有其他隐瞒你的事情没有让你们知道，所以你们就会有这方面的一个忧虑。因为呢，跟对方之间的关系啊，跟对方之间的感情，因为你有点看不到方向，或者是你看不到对方他的所作所为，他的私底下的生活，你没办法无时无刻在他身边，所以你会很担心说，其实你自己是不是他的备胎之一而已。这是另外一个解释。那第三个解就是你们可能面对说这段关系，你们觉得有点累了，所以可能有的人会想要开始慢慢有一种放弃的念头，但这个偏少数。大部分来说都是在面对说这段关系一些比较负面的想法的居多，就是跟这段关系比较会有挂钩跟关系的这个想法啦。好，那这话如果说验证牌呢是有符合到你目前呢对说这段关系你们比较担心啊，或者说比较忧虑失望的地方的话，那我们就去往下看。就如果说有符合或者说让你们有所共鸣的话，那我们来继续往下看，就是说他内心里面呢不想让你们知道对说这段关系这段感情的一个事情。
好的，也为大家抽到第一张世界。世界牌的话，如果说，你们如果首先第一个就是对方他蛮喜欢他目前的一个生活的状态，然后他其实不太想要去变动，所以他是很享受他目前的人生的情形。那当然，如果说你遇到那个人他现在状态不太好，比如说工作状况不好啊，或者说家里有欠债啊，或者他本身身上是有欠债等等这种情况的话，意味着说其实这个人他现在的情况是也不太想要谈恋爱，所以其实就是说他现在目前生活的情形，他不太想要去做有太大的变动，他希望就是先以现在这些状况为主就好，然后会希望这个心情不要受到太多外在的事情去干扰去影响。可是你要说他想不想谈恋爱，他又很想，所以这就是他现在目前心里面比较矛盾的地方。但基本上就是在跟你相处的目前这段期间的话，想谈恋爱呢，但是又不想要去改变他自己生活的模式，因为一旦谈恋爱的话，他也很清楚知道他必须要去做什么，然后或者说他要去为这段关系负责任，他会觉得这个可能会比较稍微有压力啦，所以他会不太想要。然后再来就是这段关系里面，如果说对方是双性或者是同性的话，他目前比较没办法想要去谈同性之间的感情，所以你们可能要去想一下，你们还要不要继续在这个人身边，因为他现在对于说同性之间感情他是不排斥，或者是说他也是有考虑过，但是他可能在想了一下深思熟虑之后，他会觉得现在生活中比较没有去想要接受这种会被身边的人比较有挑战性的事情。对，好，我们来看下一张是圣杯国王。圣杯国王的话意味着说，就是在这段关系里面呢，他会比较希望他是那个主动付出的人，或者是说他是为了这段关系想要做更多的人，他不希望感情里面是被对方推着走，或者说被对方要求他要怎么做才好。因为感情里面的话呢，他是一个非常明确知道他想要谈什么样的感情，什么样的关系。那如果说你一直不断丢给他你的希望、你的需求，他会觉得还蛮有压力的，然后他会觉得那已经不是他所想要的感情，因为每个人在面对说感情上付出的程度，或者说希望怎么样相处，都有自己的一些的想法。看起来啦，两人之间，你们两个人可能相处之中，对方所希望的、所渴望的那种模式，跟你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他会认为你有时候做太多，他希望你可以稍微收敛，但没有到讨厌你的程度，所以你们也不用太担心，因为看起来对方对你们现在依然呢是还蛮有感觉的。这个感觉比较像是说，朋友再好一点点，就是有点暧昧啦，但还没有到完全暧昧。好，那我们这边出现的是这个就有点类似像塔，好，这是塔，对不起，对，那个是 Tower， 那个是 T。好，那这边的话呢，这段关系之中，可能在近期他会想要做出一个决定。那这个决定的话呢，可能会让这段关系会有一点点的不愉快，但没有到会完全的断联。你们不用担心，因为这个塔会比较不一样的，就是它只是火山在冒烟而已。当然也可以，我们是只说火山爆发，但因为里面没有火的能量，就是说它的图像意识中我们是没有火的讯息，只有一段烟雾。那这烟雾的话，它就会把原本
布满天空的星星慢慢的去遮蔽，或者说会让整个眼前的讯息你们眼前的状况会看不到。所以接下来的话，这一段关系里面，对方会开始慢慢的跟你有一点距离，但不会到太远，所以你们也不用太担心对方是不是会刻意做什么去毁灭掉这段关系。这段关系不会毁灭，只是他会希望说这段关系可以先维持在现况就好，就还不要有一些太多的改变，或者是说不想要你去做太多，因为他会觉得比较有压力的情况。所以会希望说，可能在面对说这段关系里面，要可能稍微想一下，关系之中是不是真的是你们要的，还是说这段关系里面是不是经常会让你们觉得比较受挫，或者是说比较受伤？对，因为关系里面的话呢，容易会让你们两个人会有一些的摩擦跟争执。那这个摩擦跟争执，他只是希望说你们能够去看清楚，说这段关系到底是什么，让他所期待的。对，那当然这个东西对你们来讲，可能并不是你们所要的，所以你们可能要留意一下。就是他蛮希望关系是应该算是投一个烟雾弹啦，但也不会想说要去毁灭掉。所以接下来你们的关系可能会有一些的争执跟吵架，所以你们要稍微留意一下。然后这边抽到的是权杖8，那权杖8意味着说，在这段关系里面中，其实权杖8这边在第一组有出现过，但在这边如果说我们配合前面的世界牌的话，这段关系就是接下来他想要做出一些的决定，或者说两之间这段关系里面必须要去知道说，对这段关系的一个定位跟意义到底是什么。他想要去明确的去做一些的行动跟行为出来，所以你们接下来的话，应该会明确的感觉到，对方的一些的行为跟做法。对，那他这个行为跟做法比较多，会像说现实生活中的一些行为跟做法，也会渐渐影响到你们在网络上的一些的模式。那另外的方式就表示说，关系里面有可能他想要做一些变动，例如说像他的生活，他想要去做一些的变动，可能换工作啊，换居住的环境。有一部分的就是对方他可能会想要去到你们的城市，或者说会想要去跟你们相处，想要去找你们，他可能开始会有这些的规划。可是他这些规划或说到你们工作环境之中的这个规划本身，并不是说想要去拉近你们之间的距离，他是想要让他自己有所改变。他比较希望说你们可以给他一些的帮助，或者说能够给他一些的应该不能讲金援，就是说援助啦。对，所以接下来这个人的话，他会有一些这方面的行动出现，这算是一个蛮不错的讯息。对。如果说你们愿意站在一个比较偏向朋友的角度，比较没有去强求这段关系的发展的话，其实他还蛮希望两个人是可以相处的好的。好，那天抽到圣杯2，那圣杯2在这边就意味着说，这个人他在看待说这段关系接下来的行为的话，希望两个人是能够相处的融洽，相处的好。然后两人之间的互动上面呢，是可以坦诚相待的，对。但是另外一个含义就是有可能对方是已经有其他的人了。等一下，我们来抽天使回应卡好了。因为看起来有点不太妙。好，来，要让大家抽2张牌，请问对方现在心中有明确的人了吗？对方心中明确的那个人是占卜者还是别人？好，这边有好，
大家已经看到了耶。好，等一下，好，洋洋来换牌好了，因为刚刚大家已经有看到了那一张到底是什么。好，好的，那就这2张了。好，那大家心里就默念着、默想着，对方现在，我是对方现在心里的唯一吗？我现在是对方心里的唯一吗？我现在是对方心里的唯一吗？静下心来，选择你们最有感觉的一个，只能选一个，不能选2个，一个就好。好，那你们应该选好了哈，那我们就从右边开始好了。我们今天抽的是保持正向。好，那如果说像这边的话，就意味着说，其实，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之中的话，对他来说，就他已经有其他的人了，就是你不是他的唯一，所以宇宙会希望说你一定要保持在一个正向的态度，因为不能就是说不要因为目前的这个状态就让你们心里面很难过、很受挫。对，因为你们是值得拥有更多很棒的感情的。如果你们都一直停留在这样的一个关系状态的话，就是你们这么难过的状态的话，其实心里面也没有那么的好受。对，好，那我们来看到就是左边的，是的，好，就蛮恭喜，就是说选到这边的你们啊，你们至少现在是对方心里面那个唯一的人选，就是并没有其他的人，所以就你们可以很放心的，对，所以像右边的人，对方现在心里面是有其他的人，但如果说是左边的话，对方目前心里面呢就只有你而已。好，这有点令人难过的讯息。好的，没关系，我们把它收起来。好，放旁边好了。好的，那我们来去往下看，就是对方呢，他心里面还有没有什么话想对你们讲？就是在关于权杖8的这个部分。好，这边抽到是宝剑7。那宝剑7的话，意味着说，其实，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之中，不得不说，对方他有时候跟你们相处的时候，他会觉得有点绑手绑脚的，或者是说，有的时候跟你们之间的那个互动上面啊，你们会不自觉的，讲话会去伤到他，所以他没有办法以最真诚的样子去面对于你们。可是对他来讲的话，他又还不太想要去放弃掉你们之间的这段缘分。所以刚刚提到的就是，如果说无论他有没有跟别人在一起，或者说还是现在心里面只有你的这个状况，那对他来讲的话，他都是希望你们是能够蛮要好的，或者说他还是会希望两之间是可以当蛮不错的，维持在一个不错的关系上面。所以如果说两人之间的关系有矛盾，或者是说有一些的不愉快，或者是说可能会有一些的让他觉得难过啊、难受的地方的话，他其实会希望说两个人之间都是能够各退一步。那他又不敢直接把他现在心里面真正的感受啊、想法讲出来的原因，也是在于说，他蛮害怕会去破坏你们之间的这一段的关系。对，然后这个人本身他却心里面会有一些个人的小剧场。那这个小剧场的话是说，他通常也会怕会伤到你们的心。
所以他会尽可能的不要说。然后这个人当他要做决定，就是在关系里面做决定的时候，他起初会先去试试看，或者说会先试水温。那如果说水温试下去之后，他觉得你可能比较没有办法接受的时候，那么他就会想要去之后就会用一些比较极端的方式。但如果说你能够接受，他就会慢慢的去做。所以会建议你们可能跟正相处的过程里面呢，要多去感受一下对方的态度跟行为，或者是说去感受一下对方所跟你讲的每一句话，他有没有一些个人的想法在里面。因为他这个人本身可能面对于感情的部分的话，会通常比较有一点含蓄，对，其实会有一些他自己的一些个人的方式跟想法。来看一下第3章。好，我们这边抽到的是权杖骑士。好，那这边的权杖骑士的话呢，它是没有马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其实这个人呢，他在面对感情的话，他更多的会希望说，就是由他自己去做，然后由他自己去经营你们这段关系。所以会蛮建议你们就尽可能的可以依照这个人他所想要的感情的模式为主。因为如果说像你们真的不小心真的做的太多，或者是说你们真的都一直为了想要去拥有这段关系，所以呢就想要去掌控着对方的话，其实反而会把对方拉得更远。然后这个人他在面对于感情的话，通常他会蛮浪漫，他会很浪漫，对，然后他会带着一个很真诚的心来去和对方相处。然后这个人呢，他现在有时候会比较愿意花时间在他的个人的工作，或者说他的个人的生活的步调上，所以也会建议你们啦，就尽可能可以去尊重一下他的生活的步调。如果说你们一直不断去强迫他要为了你们做什么，或者说一直不断的要求他想给予你们可能回应你们啊，陪你们去哪里啊，或者是希望你们可以多做点什么，或者说回应的话，会去把这段关系变得比较糟。对，所以比较希望啦，你们在看待或者说去面对说这段关系，是可以稍微调整一下你们的方式，或者是说调整一下你们的方向，然后尽可能的多体谅对方。对，因为这边的权杖其实有一种会说，一个是想要在这关系有进展，但另外一方就是如果说你们真的又太黏的话，他又会想要逃离开，所以你们一定要尽可能给予他一些个人的私人的空间跟步调。对，就是顺着他的毛摸，不要好像就是说你们想要去控制着他。对，就是简单讲顺其自然。对，好，我们来看一下补充牌的讯息。补充牌讯息的话呢是权杖5。那权杖5表示说，其他最近生活中应该是有一些的碰撞，或者说可能有一些的不愉快，或者是工作上面呢，应该是真的有一些的他没有办法接受，或者说可能没有办法去处理的事情，所以会希望你们能够去多体谅他，让他可以好好去处他的事。又不然你们一直不断去烦他，一直不断的去要求他做什么，回报给你们什么的话，他就会觉得这段关系可能不可行，然后就跟你们会有一些的争执跟冲突。那这样的情况之下的话，他可能就会去重新思考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的一个进展跟想法。洋洋先喝个水。好，那这边的话呢，就可以知道说，对他来讲话，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有的时候两之间都很急的时候，或者说两之间都很有想法的时候，就那个冲突跟摩擦就会出现。那这个摩擦跟冲突也不是他乐见的，所以就会渐渐导致说，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
就会让两之间就是会变得越来越远。那本来他可能有考虑你们，后面就会觉得好像又不应该去考虑了你们，所以要稍微留意一下。现实生活中你们相处跟摩擦非常的多。对，好，那我来看一下下一张，抽到的是宝剑骑士，你们都抽到骑士宝剑骑士的话表示对方他现在比较需要他个人私人的空间，然后他有时候跟你们聊天的内容中，他的用字遣词，你们的反应不要那么的大，然后不要在现实生活中就跟他来一些的冲突。他有时候只有表面上的字词上意思，或者说他有时候真的也没想那么多就直接讲出来，但他没有太多更深一层的含义。对，他在看待说我们这段关系，其他的想法上面都蛮单纯的，然后他也其实不太希望关系里面会有太多的摩擦，或者是说有太多的不愉快。他蛮希望两之间其实是可以相处的很好，但是有时候他又会觉得你的反应上面有点太大了，或者是说你们会一直不断希望他可以回复你们的讯息，他也觉得压力好大哦。虽然好像说没关系，放1天你再回，放2天也没关系，但有可能他的个性就喜欢放3、4天以上。对，然后如果说他没有回到你们要的那个点，你们的讯息里面，或者说你们希望他的反应没有到达你们的要求的话，你们可能会有一个不开心，或者说可能会有点甩脾气。他觉得还蛮累的，因为他有时候其实在关系里面，他也想要甩脾气啊，他也是想要表现他的不开心，可是你好像每次都没有安抚到他的情绪，或者说你没有看到他哪里不爽，他就会觉得心里面真的蛮不是滋味的。所以蛮明显，就是在你们这段关系里面的对他来讲话有很多的不舒服，或者是说有很多的冲突，但是他都没有让你们知道。所以你们千万记得，这段关系中，如果说你们真的再没有去做任何的调整的话，就会像这一张塔牌，那可能对方就会开始跟你想要保持在一个适当距离。那一旦这种人想跟你保持一个距离的时候，基本上很难想要有一个更进一步的这个机会，比较需要花时间去安抚到他。所以你们千万切记要留意一下。好，那我们来去往下看呢，就是在神谕塔地方说想给予你们在这段关系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讯息。好，这边抽到的是这个，什么都要叫大家去运动。独家就想告诉你说，其实当这段关系里面，如果说还是说你们真的常常萎靡不振，或者说跟这个人关系处不好的时候，你可能对很多事情都是懒洋洋啊，不想要做啊，或者说就不想要去跟这个人，或者说你可能就是对很多事情就是没有任何的感觉啦。所以看起来独角兽会希望说，其实在面对说这段关系无论如何是什么样子，他都希望你可能一定要尽可能出去运动一下，你快走啊，去散个步啊，走个步也好啊，跑步什么都好，就是说你要去运动你自己的身体。其实如果说当你愿意去运动你自己的身体，或者是说你愿意去让你自己身体去动起来的话，其实这段关系是还蛮有，就是他会往一个比较正向的方式去走，又或者是说你会能够比较把一些负面的情绪跟想法，或者是说比较负面的思想，你会比较能够放得下。就是运动会产生一种的能量，能够去让你们忘掉心里面一些比较不好的感受。所以独角兽会希望说，在这段关系里面，无论它带给了你们什么，好的跟不好的，请你们维持在一个运动的习惯，去移动你们的身体，去让你们身体给动起来。那当你们愿意去动起来的时候，其实宇宙或是独角兽，它会将他们的神奇的力量、他们的能量、他们的快乐，
或者是他们一些的个人的灵力会注射到你们的心里面，去能够让你们的内在的灵魂是能够有更多的能量，或者是说会有更多的能力，或者是快乐来去面对于你们，来去让你这段关系有个进展的机会，或者说会让你知道你应该怎么做才好。好，然后这一张，怎么办？好像都不太好欸。这一张的话，洋洋会认为说，这段关系里面所发生的任何事情，你们尽可能要保持着一个比较放松的心态，或者是说你们不要把这情绪一直在那个环境里面，因为如果说你们都一直把这情绪困在那样的一个环境，或者是说那样的一个状态之中的话，其实你们是还蛮容易会让自己过得比较不好，或者是说会让你们的情绪比较低落，所以独角兽会希望说，这段关系无论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或者是说这段关系所带给予你们什么样的一个影响跟改变的话，独角兽会希望你们尽可能的可以让自己去原谅他，去放下你们的责怪跟你们的愤怒，或者是说你们在对于说这段关系之中可能想要去指责对方的这个部分。当然他也希望说你们不要去责怪你们自己，也不要去对你们自己的生气，因为其实每一件事情的发生也都是有它一定的道理跟原因，可能现在我们是看不出来，但直到有一天宇宙会透过其他方式去显化，去让你们知道这段关系确实有些地方是你不是能够强求得来的，或是对方去这样对待你们也不是他真正愿意的。对，好，那看到说在这边这张牌呢，就是说你们在面对自己现在所碰到的这个困扰啊，或者说这件事情的话，你们尽可能透过祈祷、冥想跟比较正向的方式去面对、去看待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是有助于去推动你们自己的能量，去增加你们自己的能量，是能够去让这段关系是有一个改善啊、改变，或者是会有一个推动的机会。那再就是会希望说你们可以去用找檀香的东西，是能够让你们感觉到比较放松，或者说能够让你们感觉到找得到自己的方向跟定位啦，是能够让你们比较有那个精神跟毅力，或者是说比较有那个能力去看待、去面对说你们之间的这一段的关系。对，所以你们可以去找一些比较檀香味道的东西，然后透过祈祷跟冥想来去让这段关系有个进展，或者说有个改善的可能，或者说让你们自己的心情不会那么的差。好，那这样就以上选到这组牌组朋友你们的讯息。好，那如果说你们是付费会员的话，会建议你们可以去看一下洋洋完整版的影片。我们等一下会用一些字卡、塔罗牌，还有天使神谕卡所给予你们的讯息。那一般的广告会员的话，我们就先到这边，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那洋洋在7月份的时候呢，开始就会有做一些特别同志的议题。那无论你们是，只要你们是就是性向有包含到喜欢上同性的，例如说像是双性恋或是同性的人的话，你们那时候可以参考看看洋洋在7月份专题的影片。那也会特别针对同志的部分，会有推出会员的制度。那到时候建议大家可以多看看、多参考看看哦。好，那这样的话，如果说对你们有帮助，或者说对你们有所共鸣的话，请帮洋洋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那如果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占卜的朋友，在影片左上方有洋洋的联系方式。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我们来看到选到最右边第3组牌组的朋友，那么看就是在验证牌地方，你目前对于这段关系失望或者是说担忧的地方是什么呢？好的，那也来为大家抽验证牌的部分。
好，验证牌的话，首先我们抽到的第一张呢，权杖七。好，那如果说在权杖七的部分的话，就意味着说，其实在选到这一组的你们，目前在这段关系来看的话，看起来你的压力非常的大，然后其实这段关系你心里非常的清楚知道适不适合你，就是你是不是应该再继续坚持在你们的这段关系里面，又或者是说你们这段关系对方可能已经有把很多的话跟你们讲很清楚，或者说他已经有通过很多行动的方式让你们明确知道这段关系究竟是否可行的。因为看起来选到这组的你们这段关系的话应该很早之前你们就其实心里应该蛮明确知道可能要坚持这段关系之中的话会比较困难，那或者是说你们的这组的你们大部分来说也有的是因为外在因素，例如说对方的工作状况不好，或者说对方的生活情况也不佳，又或者是你们这段关系很难可以凑到可以聚在一起的时间，所以呢关系里面中的你们的话经常都会是自己一个人在等待着对方的情况居多，比较少部分的是可以坚持或者说可以能够经常约得到对方，所以关系里面的话其实你们会担心说对方其实是不是也跟你们一样想要去放弃掉这段缘分，那这段关系可能对方当时有跟你们讲说或许真的会比较适合当朋友的角色会居多，但是你还是不太想要去放弃，所以关系中的话其实目前来看是两人之间进展应该没有到那么的顺利。好，然后这样抽到的是宝剑七，哇，我们就再抽到7的数字了。那7的我们先讲宝剑七的部分好了。宝剑七的意味着说在目前这段关系之中的话你会蛮担心对方是有什么事情隐瞒你，或者是对方什么事情是没有告诉你，又或者是你们本身对说这段关系因为还有抱持着期待，所以会希望可以得到对方一些的青睐，或者是说对方是有一些心里的话没有让你们知道，没有跟你们讲，所以才会选择去放弃掉这段关系。不过因为其实如果说我们从担忧这部分事件在剑圣盘来看的话，其实更多看起来像是你们自己不太愿意去相信对方现在所带给予你们这些的回应其实在拒绝你，或者是说面对目前这段关系你应该有发现到对方的一些秘密，但是你不太愿意去相信。洋洋会觉得说其实选到这组的你们本身的直觉是蛮强的，所以当你们真的认为对方有什么样的事情是隐瞒着你们，或者是说他有什么事情是没有明确让你们知道的话，然后你们心里其实一直有浮现这种想法，那基本上其实就是真正的结果就是那样子，只是可能你们会觉得需要更多的证据才有办法去佐证你们心里面现在这些所浮现的这些的想法。那也可以这样说，这组的你们应该比较少有机会可以直接的看对方面对面，或者说大部分都可能会是用通讯聊天软体所在互动的。那如果说有面对面的话，通常比较难可以有一些交心交谈的机会，因为看起来这段关系你会觉得都一直有受到一种很强的阻碍，比较难以去看得到说这段关系是否会有一个可以进展的可能性。那再抽到第3张是教皇牌，那教皇牌因为说其实这段关系目前来看的话你会有一点担心是两个人可能会没有办法可以顺利的进展，然后另外意思就是说选到这一组的你们有可能你们喜欢的是异性恋或者是说双性恋，所以你们会担心对方是不是其实根本就不喜欢同性的部分。然后另外解释就是其实你会觉得这段关系还蛮有缘分的，可是又会觉得虽然有缘分，可是两件相处过程之中对方所带给你的反应，或者说相处你们可能要约见面这个部分是比较难可以约成，所以就觉得好像一种无形的力量去控制着你们的这段关系。然后在第4个可能性就是你们这段关系之中或许有可能是在一个公众场合，或者是说类似像救国团啊，或者是一些团康活动，或者是说一个
一些的课程上所认识。那在这个课程上所认识这段关系，你会觉得如果说当两人之间没有了这个共同的生活圈的话，可能就会让这段关系会很快就结束，或者说会让这段关系比较难可以再进展的这个机会。所以你现在可能也一直不断的想尽办法要把对方劝留下来，或者是说想办法知道说对方接下来他的人生未来规划，或者说他之后有什么样其他的打算，你就希望可以一直紧跟随着他。好，那这边其实在牌面上，我昨天出现了2张7的牌，所以意味着说，其实这段关系看起来呢，你们会觉得跟对方是还蛮有缘分，然后相处的过程里面，你们会觉得很开心。可是有时候你会觉得对方所带给的反应的话，蛮冷淡的，或者说可能对于你们的态度并没有到那么的好，没有到你们想象中的那么渴望的那么热情，所以你们就会蛮担心说，这段关系是否真的会有机会可以有个进一步发展的可能。好，那这边如果说验证牌是有符合，或者说让你们有所共鸣的话，那我们就继续往下看，就是接下来宇宙呢说想要带给予你们什么样的讯息。但如果说没有符合的话，可能要麻烦你们去选择其他的牌组咯。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透过塔罗牌中看看说宇宙想告诉你们，你心中所想的那个人，他不想让你知道在对说这段关系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呢？好的，这句话杨这次抽到了教皇。好的，那就是蛮明显就可以知道说，其实对他来讲啦，好，我们先以比较大众方向好了，因为其实杨7月份还是会做关于同志专题的部分，所以关于同志部分，杨这边就不再特别提出来。那如果说是像我们这边抽到教皇牌的部分，表示说其实这个人他蛮相信命运，或者说他很相信他自己的感觉。对他来讲，其实这段关系他会觉得对你是有那种一见如故，或者说会不自觉被你身上的一些的特质给吸引住，或者是说在你身上他会感觉到有一股是他所向往的那个样子，或者说那个样貌。可能你的个性是很开朗，那可能就很喜欢你的个性，希望可以自己变得跟你一样。那如果说你的性格呢，你是一个很比如说你个人蛮聪明的话，他就喜欢你那种举一反三的这样的一个个性，或者说这样的一个能力。所以看起来其实你心中所想的那个人，他在看待说你们之间的这段缘分的话，其实看起来更多他蛮羡慕你的。那如果说没有羡慕你的话，就意味着说对方他会觉得跟你之间是真的很有缘分，所以他会不自觉一直想要去靠近你，然后想要去多了解你这个人。但是要稍微留意一下，就是因为其实这个人他在面对于你们之间这段关系的时候，他很常会去把他自己给隐藏起来，或者是说会把他自己不要让你发现到说他自己到底是怎么想的。所以因此可以明确知道说，对他来讲的话，你们这段关系他是抱持着一个比较有警备心的状态去看待。那当然关系中的下一步跟未来发展的话，其实他也没有太多的设限，或者是说他其实也没有想过说一定要未来之后是怎么样。他会比较倾向于说是把握在现在当下，只是要留意就是对方跟你相处的过程里面，实际上他有很多种个性，或者说他可能会有很多其他的想法。例如说像现在是台湾的6月19号，今天也要拍摄这支影片，那就很有可能像台湾最近这几天都是从上个月开始，就是公众人物啊、政治人物会整个形象大翻车。那其实这边就会有符合到其他的性格中有比较黑暗，或者说比较不想被别人知道的那一面。那他在面对你的时候，其实他会把自己最好的那一面展现给你看。那实际上他不想被别人给看到那一面，他隐藏起来，他也蛮害怕会被你知道啊。对，所以也可以知道说，其实这个人他在看待于说，你们这段关系，他应该也是没有想得太远。好，我们看一下抽到的是圣杯侍者。圣杯侍者的话，意味着说，对方觉得跟你之间是还蛮有缘分的，然后会还蛮想跟你有继续相处下去。其实他对待你是会有充满着好奇心，会想知道，你这个人的个性啊，或是你的兴趣啊，或是你的喜好啊，又或者是你本身在对于说这件事情上面你喜欢什么啊，所以就可以知道说，对他来讲的话，你们之间的
这段关系，他蛮希望两之间是可以互动上面是可以更多，是可以更频繁，或者是说可以有更多比较亲密上的一个互动在，就是说不会有一些太过于各自个人的局限。然后就是这个人本身他在面对于感情的话，他本来都习惯是保持着一个比较开放性的态度，所以说意味着只要他单身，那有人如果说愿意投怀送抱的话，基本上他也不太会拒绝。但你要问说他到底有多喜欢那个人的话，以台面中讯息就是基本上是没有。他有时候就可能会有种看到一个喜欢一个的这样的可能性也是有的，但基本上就是他不会自己主动去钓鱼吧。对啊，他自己不会主动说要去追求谁，比较像是他会开在原本地方，然后待在原本地方就等那个人主动自己上钩。好，这边抽到的是宝剑侍者。好，那如果说不是宝剑侍者的话呢，那更加尤其，这一段关系他应该算是想了还蛮久，然后他也是一直都有在考虑说，究竟这段关系到底是不是适合彼此。然后再来就是这一组啊，你们也蛮容易啦，因为洋洋有点不太确定说你们自己个人的感情观。那通常选到这一组的你们，对方的感情观跟他的原本生活的状态呢，跟你现在所看到基本上是不太一样的。他会有一些自己的生理的需求啊，或者说他会有一些性格上的比较阴暗的那一面，或者是他在性格上面会有比较缺爱的那个部分。那当然，与这种情况之下来看的话，如果说你们俩之间分开了，你手上没有握有他的照片，那其实他还是就会去找下一个正缘的对象。但如果说这段关系可能你们是已经要再留意一下，就接下来这个人他在对你们相处的过程里面是不是有一些比较不忠诚的，因为对方他就是一个八面玲珑的人，他本身也是蛮好面子的，所以他不希望说他自己的事情可能有被别人以后拿出来当做茶余饭后的一些的讯息。所以呢，看起来这个人他在面对说这段关系，他都有一些他自己个人的规划跟想法，所以你们可能要再留一下哦。好的，我们看一下下一张。好，洋洋有排掉了。好，那这边的话，我们抽到的是宝剑2。那宝剑2，因为说其实他在面对说你们这段关系，他真的有一些他个人的规划跟他私人的想法是有一直在酝酿着，所以之后这段关系他应该就很快，他应该过不久啦，会做出一个决定说，究竟这段关系之后要往什么方向走，还是说两之间就这样子结束掉？就是他会比较倾向于说是在某一个精神状态之下去做那种的决定。因为对他来说，也是有可能这段关系是很重要的，是有一定程度的存在，所以他也不希望关系就这样子轻易的结束掉。好，那这段关系的话呢，很明显的就是对方他现在目前还没有那么急着想要做决定，或者说还没有那么急着想要去考虑说这段关系究竟他是不是要再继续的走下去。所以意味说，其实对方有考虑要去离开这段关系，所以你可能要再留意一下他最近的一些的举动。怎么今天抽到大家都可能会遇到断联的情况？好，那我们这次抽到的是宝剑皇后，哇，我们再一次抽到了宝剑。那宝剑皇后意味说，其实这段关系他目前呢是用一种比较理智的方式去看待，比较不会让他自己用感性的方式去理解，因为他或许也害怕说，如果说他用比较感性的方式去看待、去理解，或者说去面对说你们这段关系的话，那么这段关系其实是不是后面会不如同他所想？其实他这个人会比较倾向于说是对方的工作的状况跟内容，必须要能够在他的考量的范围之内，或者说两之间是不是有
时间可以去做配合。所以呢，很明显，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里面的话，两个人相处上面会有很多的一些摩擦啊，或者说会有一些的不愉快，其实都是很自然，因为他很理性的方式去看待，然后很理性的想要去经营这段关系。可是，一段感情如果说一旦用理性的方式去面对的时候，其实还蛮容易会出现问题的。所以其实看起来更多是你们这个人的性格他是喜欢的，但是你们的这个人他可能不是喜欢的。对，大家应该会能够，我不知道能不能理解这个意思，就是说性格这部分可能你是有符合性格的条件，但是你的外表啊，或者是说你的一些的做法，或许并不是他所认同的，所以他才会一直在这段关系里面，他非常的犹豫说，究竟这段关系到底应该要如何用什么样的角度去看待彼此之间的缘分。那再来我们这边抽到的是太阳牌，那太阳牌就意味说他基本上不太想要让你知道他在想什么，其实他一直都有在思考，但是你们如果说没有特别的去察觉，或者说没有特别的去明白说他到底怎么想的话，那么你们蛮容易可能会受伤，或者说蛮容易会受挫，因为对方他都是那种默默暗自的去做决定。然后你们这段关系，因为目前已经抽到了3张的宝剑了，所以当3张宝剑意味着说，关系里面的你们，其实在理念啊、想法沟通上面有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偏偏这个人他有出现的是圣杯4者，所以等同于说他在看待这段关系，或者说面对冲突、面对说自己所不喜欢的状态的话，他不会明确的说出来，或者是说他就是那种心里默默的打分数，他说出来表示是他已经有点受不了了，或者说他可能希望你真的能够改善，因为他可能觉得你还是可以把话听得进去的。好，这样抽到的是权杖侍者，那权杖侍者的话就代表着说，在这段关系里面他的行动力没有那么多，但是他还是蛮渴望可以跟你有一个稳定的关系，或者是说他还是会希望两人之间可以有更多在相处上的认识啊、互动，可以再去更加了解彼此。但如果说你们可能会希望对方是能够为你们这段关系多做点什么，或者说为了这段关系是不是可以多努力点什么的话，这可能会让你们失望，因为他目前呢比较倾向于说是想要待在原地不走，然后想要继续待在你们目前这个关系的状态，就是他还蛮享受目前这段关系里面的相处的模式，或者是说这段关系目前经营的方式。我来看一下补充牌好了。那这边我抽到是宝剑6，那宝剑6因为说其实这个人他有的时候在看待与这段关系，他会用一种刚刚前面是讲理智嘛，那就是他在抽到宝剑6，因为说他因为可能在过往的感情时或者说人际关系上面蛮容易会出现问题跟状况，所以在面对说你们这段感情的话，他也不太敢想的太多，同时他也会很担心你们这段关系是不是会造成让他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压力，或者是说会让他觉得蛮痛苦的这样的一个情形。然后他其实有时候会蛮自私的，他并不会让你明确知道说他到底哪里不开心，或者是说他哪里有不爽。那关系里面你们就真的比较难以可以顺利的去做推动。好，然后再抽到的是权杖2，那权杖2的话就意味着说，其实在你们目前这段关系来看的话，他有点在考虑说究竟是要继续坚持下去，还是要选择去结束，还是说这段关系就这样子到此为止就好了。对，如果说要以前进来看的话，洋洋会觉得在台面上中比较没有这方面的讯息，其实更多来看就是他唯一最好的状况就是维持在现状，然后会再去多观察你，然后再去多了解你们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再看看说他到底是不是要再继续的
经营这段关系。所以看起来其实这个人他本身面对你说你这段关系，他已经有了一些自己的打算，然后他有一些他自己的想法的情形。那么我们来看看说，可以知道透过塔罗牌中目前对方他生活中的重心是什么，才会让他如此面对于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他会这么的犹豫。因为其实从台面中看起来的话，基本上也不是因为你们做什么会让他感觉到讨厌，或者是说是不是因为你们之间的个性什么样的关系才让他对你们彼此之间的缘分会比较没有那么在意。看起来比较像是他自己本身可能会有一些的打算，或者是说会有一些的想法。那我们来看一下，请塔罗牌给予我们对方本身在对于这段关系里面他的生活重心是什么？那洋洋呢，一样为大家抽3张的牌。好的，那其实这次的话呢，就不用让大家做选择，我们就来为大家看一下。首先我们抽到的第一张是钱币6。好，那钱币6的话，因为说其实看起来他目前在对于自己日常生活中的工作的状态，或者是说他目前工作中的情况，以及他生活中的水平，会是一个他现在心情里面比较会有让他想要去放这个注意力，或者是说想要去多去了解这样的情况。所以有可能他的人生目标现在就确实在工作还有赚钱。如果真的要谈感情的话，他会认为可能还需要再想想，又或者是有出现让他觉得非常心动的人，他才会考虑把工作赚钱这件事情跟感情是并在一起的，一起去考虑。但很明显就是这个人他目前呢，对待于感情这部分的话，比较不会是他现在心里面觉得最重要的事，或者说也必须要去花时间的事情。所以就可以很放心是跟你们本身的个性，或者说你们的状态的话不会有太大的关系。好，抽到第2张，这张话是宝剑王牌。那宝剑王牌就意味着说，第一个就是可能他目前的工作可能一些的状况，或者是说他在工作上面有受到一些启发，然后让他会对于自己目前的生活中的情况的话，会希望有一点的改变跟改善，或者说如何让自己变得更好。那首先就有可能说对方现在到了一个新环境，或者是他的部门里面有出现新的主管，或是他已经换了新的部门，或是他准备要换一个居住的城市，那或者是他准备要换一份工作，或者是他有考虑要把自己的能力变得更好，所以他想要去学习新的东西。那当他有这些在关于工作上的考虑之后，那理所当然的他生活中的步调跟他一直在生活中的模式的话，也势必一定会有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跟改变。那当然遇到这样情形的时候，他就会有考虑要将自己的生活稍微做一点的调整，或者是他要把自己在生活中上面的时间上调配的话，他要重新去做一些的思考。所以因此呢，也可以明确知道说，这个人他的心思确实会比较没有在感情的部分。可是在以台面中讯息来说，洋洋会认为他也并没有到说不想谈恋爱，只是没有出现一个会让他觉得值得心动的对象。那当然这部分就对我们来说可能会是一个比较不太好的讯息，就是因为他的心思也没有完全在你身上。那一旦他对于你没有特别感觉的时候，其实也很容易可能会因为有新的人出现的话，比你更优质的人，或者是说是完全符合他心理条件的人的话，就蛮有可能会让他想要去和那个人多接触多交流，那对于你们这段关系就会变得是更加的岌岌可危。好，再往下看，
抽到第3张是钱币5，那钱币5话呢，就意味着说，有可能他目前工作生活中正是有发生一些变动跟改变，或者是他可能真有被金钱的状况，可能已经有把他压得喘不过气来了，如果是他的工作的状况真的有受到了蛮大的影响，所以因此呢，就会让他对于自己目前的人生的状态的话，其实没有到那么的满意。所以可以很明显的清楚知道说，目前这个人他的心思里面确实比较多是放在他个人的工作领域之中，或者是说他在生活中的步调。那学到这组的你们，另外讯就是说，你们必须要去留意的是，如果说这一段的关系里面的话，两个人之间如果真的变成远距离的时候，其实你们两个人会蛮容易就会没有交集，然后可能你就会更难可以找到对方。那一旦很难可以找到对方的时候，其实这段关系后面就会慢慢的分崩离析，就是两个人之间就会越来越没有交流。所以你们两个人其实在就是说这段关系里面的话，真的要非常的小心和对方相处的方式，还有如果可以的话，尽可能的让两间都是有一个共同的生活圈，然后有个共同的朋友，至少别人可以帮你去监督他，或者说别人可以帮你去看看他这样子。然后如果你们本来就远距离的话，那就迟早啦，也是会遇到说两之间会有情感中会有个瓶颈，让关系里面变得比较无趣一点，或者说让关系开始渐渐的比较没有共同的话题可以聊，因为他就有很多的借口跟理由可以说。那我们再来看看他在对说这段感情的心态好了，因为其实从台面上看起来我比较没办法看到对方的感情的心态是如何。好像捡个牌，好，这也算说给这一组牌组你们的一个加码的讯息。请问一下，对方对一段感情的心态是什么？好，为大家抽3张。好的，那首先我们第一张的话是宝剑四。好，那如果说是宝剑四的话，就意味着说，其实对方他可能在对说这段感情的心态的话，比较没有放太多的心思在你们这段感情里面，或者是说他会比较像是把这些心思放在他的日常的生活中，或者是他的工作之中。所以如果你总是要一直不断的去推动这段关系的话，你通常不会得到对方太友善的回应，或者说对方如果说他没有嫌你烦，基本上就已经会算是一件很值得庆幸的事情了。要不然大部分来说，其实这个人他在面对感情，或是说面对这段关系的话，他是采取一个比较像是漠视，或者是说不以为然的态度，就是会比较把你放在旁边不管你。那最好情况就是他有空再回你，这就是已经最好。那也是建议说，因为他的心态现在如果说出现宝剑四的状况的话，趁他还有耐心的时候，你就是跟他有讯息一来一回，这样子的交流就好，不要他不理你的时候你就一直发讯息给他，其实这样子也会让你们关系会变得不好。所以不要因为你觉得好笑的东西或者说有趣的东西想要跟他分享，可是他的上一则讯息他还没回你，就一直传给他，其实久了之后他会觉得有点烦，那可能他就会考虑去结束掉，或者是跟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保持一个距离。那一旦这个人他决定要让这段关系保持距离的时候，关系基本上就没有救了，就是没有那个机会了。所以你们要趁着他现在对你们还有耐心的时候，这段关系最好的方式就是稳扎稳打的去这么做，就是慢慢的去经营，不要急着说一定要有什么样的结果，或者说有个什么样的一个未来。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第2张。好，那这张抽到的是权杖7。好，那如果双上是抽到对，是钱币7啦，看着
看着这个说到权杖七是钱币七，那钱币七意味着说，其实他现在真的会比较把心思放在他的工作上面。那当然，如果说对于你们之间这段关系的话，他本身也没有到非常的排斥，但是因为他的心思现在是比较在他的工作之中，或者说比较放在他个人的日常生活里面，所以因此关系里面，如果你们真的想要去做什么样的推动的话，洋洋会觉得是蛮困难的，或者是说会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对，然后就是这个人如果说他在工作里面、日常生活里面真的遇到烦心的事情的话，你们也不要做太多，或者说你们也不要想要因为帮助他，所以就一直不断给他建议，或者说给他一些方法，或者说陪他一起找。其实他不要你的这些的动作，或者说你这些行为，他只想要你能够默默的陪伴他，或者说他只想要你能够静静的让他去处理他自己的事情，能够让他自己去生活里面他要去忙的事情，他就会自己去做了，不需要由你来操心。虽然可能听起来会有点让人觉得比较冷漠跟冷视，但也是因为我们前面已经有抽到了宝剑四嘛，所以我们就已经知道说，其实对方目前心态的话，确实就是这一种比较漠视的态度，比较会是像说，他会希望这段关系是顺其自然的发展就好。那你们这么喜欢对方，那你们也知道对方是单身的状况之下的话，也会建议你们就也不要太急着关系一定要有结果，因为比这个人看起来，他会比较需要的是别人能够经常的陪在他身边，然后他在面对感情的话，一定会放在他人生的事业的后面，除非等到他的事业有起飞了，或者说他的事业工作状况是比较好了，或者是说生活的步调是比较稳定的时候，那么他才会考虑感情的部分。然后再就是如果说当这个人他真的都没工作的时候，你们就要留意这个人，因为当他真的都没工作的时候，第一个他会可能心态上面会变得比较消极之外，那如果说有遇到让他觉得还不错的人的时候，比如说能够给予他一些人生上的明确的建议，或者是说对方跟他的生活的状态，或者是说生活中的水平是差不多的话，那他的心思就容易会飘在那个人身上，那你们就有可能会被对方给抛弃。所以这是一个让洋觉得说是一件蛮痛苦的事情，就是也会希望说，只要你们还没有发生这些洋所讲到让人洋觉得比较痛心的这件事情之外，那你们其实可以比较不用那么担心啦。只是你们要稍微留意一下，有可能这个人他真的状态不太好的话，你们就要开始要有所警惕了，就是你们之间的分离可能就会是迟早会发生的。那你抽到的是钱币八，那再抽到钱币八就更加意味着说，其实他个人呢会比较希望说工作跟感情是分开来的，两人之间就是不要互相的去有所抵触，然后再来就是他在对于自己的工作的话，他也是非常的重视所谓工作上的成就，所以如果说他在工作上真的没有办法获得成就，或者说他在他的人生里面找不到自己的方向的话，他就容易会消极，然后会消沉，然后会对于这世界上面就容易会有一种自怨自哀的个性，或者是说有点算是愤世嫉俗的状况出现。那如果说他真的有出现一个新的还不错的人的话，那他可能就会考虑说要去跟还不错的人在一起，如果对方刚好喜欢他的话。所以因此洋会认为说，其实目前这段关系他的心态呢真的比较没有放在你身上，所以也会希望说你们这段期间如果你们真的有遇到不错的人的话，你们其实也可以考虑看看新的人，也不一定说真的都要在一个人身上，但是如果说你们真的还是只想要这个人的话也是可以，但你们就要能够去承受对方他在面对我们这段感情里面有的时候会有一点冷暴力的情况，或者是说他有时候真的会从你的生活圈之中会消失一阵子之后他又回来，那就是因为他可能真的在忙他的事业，又或者是如果他的事业已经有起飞了，就表示他可能身边现在是有其他的人选了。
可是因为这些都是在未来会发生的，比较不会是在现在，所以因此大家也不用太担心说是不是对方他准备要做出什么样的行为跟举动。对，所以也是蛮难就是说他目前心态的话，明显就是他目前心态跟重心就真的都是会在钱币的部分。你们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一直来都抽到很多的钱币，可是在他心里面不敢跟你们说的事情，大部分来说都是抽到的宝剑。所以当我们可以很明显知道说，你们这段感情里面缺乏两样东西，一个是圣杯，第二个就是权杖嘛。那圣杯就意味着说你们之间的感情其实蛮薄弱的，或者说我们俩之间的那种心电感应啊，或者是俩之间的交流这部分真的还蛮少。就是对于他来说啦，对他来说我们俩之间的情感交流部分真的没有那么的多。那一旦没有那么多的话，就等同于说其实对方他在对于你的感觉可能更多来看的话，都顶多是在一个在意的程度，或者是说好奇的程度，比较没有那一种爱情中那么多的喜欢。然后第二个就是权杖，权杖我们也只有出现2张，那对嘛，2张嘛，3张，好，3张，因为有个权杖5的部分。那其实在权杖出现3张的话，杨觉得还是有点偏少。对，虽然宝剑4张，好，那权杖表示说，其实你们之间的互动对他来说，他还算是有个印象在，或者是说他还是会觉得两之间有一个固定的状况会固定时间，或者说固定的频率，适当的频率有所交流，他觉得这部分的距离或者说这样的频率，其实算是在一个舒适的一个状态之下，但是也明显知道说呢，这个每一次的相处的过程里面，其实对他来讲比较没有产生那种火花的感觉。然后再来就是因为我们这边牌组之中有出现了2张侍者牌这里，所以等同于说，其实在你们这段关系里面，对方他在看待你们之间的这段缘分呢，他比较没有想的那么多，比较会是说活在当下，或者说相处在当下。那如果说你们这段关系真的都只是单恋啊，或者说没有让对方知道你们喜欢他的话，会比较建议你们就是维持在现况就好，也不要有太多积极的主动的行为。那你们还是会希望关系可以有所推进的话，会建议你们可以找信任的老师，或者说找洋洋们来做一下个人的占卜。对，不然基本上这个人的话，如果说是像侍者的这种性格的内心的状态的话，就等同于说他本身面对这段感情，他不仅没有想太多之外，他也没有想要做任何的打算，他会比较把心思放在他个人的上面，所以我们才会抽到那么多的钱币牌，表示他现在更注重的是他个人现在的生活圈，或者说他现在个人的生活中的脚步，或者是他生活中的物质上的生活，或是他的工作上的状态。所以跟正相处的话，尽可能的可以保持在一个轻松愉悦的状态就好，不要给对方太多的压力，因为他已经在日常生活中有给自己很大的压力，那你又再给他压力的话，基本上他给予你的回应跟态度应该也不会到太好。对啊，好，那这话洋洋为大家抽了2张的独角兽的声音卡，我们来看看说独角兽有什么讯息想要带给予你们。好，这边的话会希望说，其实如果说你希望你的现在想要做的事情，或者说你心里面一直有些的愿望的话，会希望你们要开始去执行，或者说要去实施，这个比较会像是你们个人的生涯规划，或者说你们个人兴趣，或者说你们可能在日常生活中你们有一直想要去做的事情。那其实独角兽想要告诉你们说，不要因为考量到这个人，然后你们就去放弃了你们自己变得更好的这个机会。那如果说你们担心因为你们变得更好可能会让这段关系离你们比较远的话，其实独角兽想告诉你说，如果真的是属于你的，你们也不用太担心，因为他都一直在进步，他也都一直在前进。那但我们也不确定说他的现在的状况是真的到
极度的糟。虽然我们刚刚看到有抽到钱币五，基本上状况也没有到太好，可是独角兽想跟你说，你们千万呢不要为了这个人而让你们自己失去了变得更好的这个机会。所以你们的梦想快要成真，快要实现，但是你们就是必须要去踏上你们的脚步，要能够去做一些行动，或者说要去做一些的行为出现。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抽到的第2张。好，那这边的话，其实老师想要告诉你们说，其实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它来到你们生活里面，都是一定有它的原因跟它的道理。那每个人生命、每个人生活都是一个全新的际遇，或者说是独一无二的故事。那这独一无二的故事的话，其实每个人的结局跟结果也一定不太会一样。所以你们千万记得，也不要会因为受到别人的故事，或说别人的生活的情况，或说别人的经验分享，就去影响到你们自己在面对说这段感情里面你们的勇气。其实面对于说人生应该说人生，每个人的人生的未来都是未知数，就是因为是未知数才会值得每个人去探索。那因为是未知数，当你值得去探索的时候，当然在探索过程之中也一定会受伤。那如果当你真的遇到受伤的时候，其实独角兽会希望说你一定要鼓起你的勇气继续向前走。因为你如果说不继续向前走的话，时间它依然，这个世界、这个地球、这个宇宙还是会依然抛弃你而继续的运转。世界并不会因为你难过或者是你受伤就停下来。虽然我们有时候真的受伤或者说真的难过的时候是可以停留下来自己的脚步，但会建议你们停留下来也不要停留太久，或者说你们可以选择去放慢你们的脚步，等到你们真的疗愈好了之后，就开始继续的加速的向前走，或者说跨一大步，慢慢的开始往前迈进。对于说自己的人生中的任何的事情啊，或者说你们自己的人生的方向的话，请你们永远保持着一个好奇心，然后努力的向前走，慢慢的向前走，或者是说鼓起你们的勇气向前迈进。其实人生的未来的话，是有更多值得你们去探索。一个人的故事，一个人的气质，是来自于他曾经读过的书，所遭遇过的事，或者说所经历过的情绪，才会塑造成出现在这个人的一个气质，跟他的思考的方式跟逻辑，还有他的观念。所以会希望说，如果你们真的希望你们变得越来越好的话，那独角兽想告诉你们说，请去探索你们的人生，开始向前走。那你们的愿望，其实只要当你们愿意不断的向前走的时候，它就是会有达成的一天。好，那我们再看，因为其实看起来有点沉重，我们来看一下抽到这张神谕卡，想要告诉你们的是，如果说当你们的心思真的很痛苦，或者说你们心思真的比较没有办法释放的话，你们可以去闻一些欧薄荷的味道，那它就会给予你们安心的感觉，或者说会给予你们更多的力量，会让你们知道自己接下来应该要往什么方向走才好。好，然后这边的话想告诉你们说，其实在这段关系里面呢，任何的事情，应该说任何事情的发生，或者说任何的情绪的出现，你们要尽可能的用包容的心态，就是生命中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是宇宙所给予你们的馈赠，给予你们的礼物，会希望说你们要抛弃你们的成见，抛弃你们旧有的观念，抛弃你们旧有的思想跟想法，然后重新的去看待自己的人生跟自己的生活。那其实也可以等同于说，当你们在面对这个人的时候，也要尽可能的用一种包容的心态去看待可能他的一些的决定，或者说可能对待你的方式。但是包容并不代表你们要去践踏你们自己的自尊，这个你们要非常的留意一下这两者的差异。然后抛弃成见，就是说你们千万不要给予对方有一些既定的印象，因为对方他是一个他自己的人生嘛，每个人的人生，每个人的脾气，每个人个性都会来自于说他的成长的背景跟经历。所以你千万不要用你们自己过往所遭遇过的人事物的事情来去评断这个人，这个对他来说其实会像是一种比较不公平的
情况。好的，那这边的话呢，就以上选到这组牌组朋友你们的讯息。那如果说你们是付费会员的话呢，洋洋会建议你们说去看完整版的影片。那如果说你们是一般会员的话，那我们就先到这边了。那就期待与下次大家再见面，那还是会希望能够帮助得到你们。好，那如果说对你们有所共鸣，或者说能够有所帮助的话，请记得帮洋洋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那如果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占卜的朋友，在影片左上方有洋洋的联系方式。那如果说是洋洋付费会员的话，请你们去找一下洋洋，底下的资讯栏呢是有完整版的连结，那边的话是字卡跟天使神谕卡所想给予你们的讯息，我们再多做一些更多的补充，来看一下宇宙要给你们讯息。那这支影片呢就先到这边咯，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